俄罗斯本土遭无人机袭击，俄乌之间的恐怖平衡正在形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罗斯军队使用从伊朗引进的飞天小摩托打击乌克兰的目标时，我们当时就说过，乌克兰以后也可能会采用类似的打法，通过无人机不断地袭击俄罗斯本土，进而形成一种恐怖平衡。道理很简单，既然伊朗能够生产廉价的无人机，这事儿对乌军而言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毕竟乌克兰背后站着整个西方世界，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无人机，也可以自己生产无人机。就在很多人关注巴赫穆特战况的进展，甚至等着俄罗斯军队发起大规模春季攻势之时，谁也没有料到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开始了新一轮的无人机袭击。2月27日至28日夜，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塞市被炸，随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炼油厂发生了火灾。据悉，这可能是一架侵犯了俄罗斯领空的不明飞行器造成的。目前，圣彼得堡已关闭了空域，民航飞机暂时不能飞往普尔科沃机场。当天，以马里乌波尔隔海相望的俄罗斯本土的叶伊斯克军用机场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发生大爆炸。有报道称，还有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坠落于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设施附近，在距离天然气压缩机站围栏10米处的地面被发现。但这架无人机并没有爆炸。与此同时，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叶夫帕托里亚和萨基两个城市也遭到了无人机的空袭。这两个地方距离乌克兰控制的前线地区分别为165公里和185公里。此外，还有3架无人机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俄罗斯安全局边境管理局的技术控制站。总共算下来，在短短的1-2天的时间里，俄罗斯本土和控制区就遭到了8次无人机袭击。虽然造成的破坏不算大，但影响可不小。从坠毁的无人机残骸来看，这次乌克兰用于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的可能是其自主研发的优界22无人机，还有少数是由老式的图141改装的巡航导弹。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这次成规模的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目标进行骚扰性打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生产体系已经建立，并开始进入产能扩张阶段。过去，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军用无人机的规模数量与这次没法比，而成规模的袭击行动意味着俄罗斯军工企业在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未来，这样的远程突袭行动将有可能成为常态。客观上讲，背后有西方技术支持的乌克兰，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能够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无人机。而俄罗斯要想生产同类型的无人机就麻烦多了，因为受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很难搞到西方的零配件。第二，无人机的长期持续骚扰和袭击将会严重地消耗俄罗斯国防力量的宝贵资源。从无人机攻击和防御这两个方面看，显然防御无人机要困难得多。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量的民用目标被袭击，说明双方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针对无人机的预警和拦截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就要看谁的攻击型无人机的数量更多一些了。一旦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建立起了廉价无人机的生产线，那么这一类袭击就可能变成常态，将会影响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而俄罗斯要是迫于压力打造更完善的防御网，就得耗费大量的军事资源，也就是说要花更多的钱用于防御。第三，乌克兰目前正在构建自己的远程打击体系，与俄罗斯形成常规作战的恐怖平衡。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武器包括海马斯以及由火箭弹发射的捷达姆滑翔导弹，只能用于打击乌克兰领土范围内的目标。所以，乌克兰建成无人机生产线后，其国产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负责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这样的分工可以避免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在使用上受到的限制，并能给俄罗斯带来极大的军事压力。乌克兰现在被迫进入战时体制，因此他们很可能想把俄罗斯社会也拉入战时状态。
一旦战争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就会出现乌克兰想要的谁也别想好过的局面。第四，从这几次袭击的情况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并不成熟，但是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已不多了。此次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范围比较大，但使用的效果不明显，真正能命中目标的不多。但是这样的袭击对于乌克兰来说就已经够了，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通过战争行动对俄罗斯社会造成冲击的效果。俄乌冲突过去主要是发生在乌克兰本土，未来的主要战场也仍然是在乌克兰。但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技术的成熟和产能的提升，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恐怖平衡。俄罗斯有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高端武器，但是数量呢也是有限的。乌克兰无人机的破坏力虽然比较小，但仍会给俄军的防空作战带来很大的压力，并让俄罗斯民众认识到战争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观察俄乌双方将如何用无人机发起进攻，又如何应对无人机的威胁，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后也可能会遇到，毕竟廉价无人机的生产门槛并不高。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